时间都过去这么久，吴邪他根本就没有深潜的经验，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他在水下遇到了危险。我们老板说了，你们老板想要说什么的话，就让他亲自过来跟我说，要不然我就过去听他跟我说，除非他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否则对不起，我朋友现在生死未卜，我不可能像你们一样袖手旁观。你们发现了没有？追我们的进婆有点像陈文锦呢。看错了吧？怎么可能？不可能看错！胖有我的女人的身材，那是过目不忘。不说一定吧，那十有八九就是她。她怎么从卡木托跑到这儿来了？这什么地方？这不就是张家鼓楼里边吗？不对，这个地方。看着怎么那么像格尔木疗养院？这是广西呀！格尔木疗养院怎么会在广西呢？你们看，这真的是格尔木疗养院，连通道都和我上次看的一模一样。难道说，张家鼓楼里面真的是格尔木疗养院？那我们怎么从广西突然间来到这里啊？ You said he had been down there for a long time. He could have fain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lake, or something happened. Is oxygen on now yet? My thought is that he is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he is looking for the right thing.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More important than someone's life? Take it easy, man. I will send my man down for him before it's too late. I'm not gonna risk losing my partner. How could I trust you now? If you don't want your man to go down, then I'll go down by myself. I'm not gonna leave my friend in danger. Understood? This is my big boss. I have to protect him. Hey, wait a minute, please. How do you feel about getting paid a bit more? Ah? 干嘛去啊？偷设备。偷设备？偷什么设备？怎么偷设备？你没听明白裘德考那话的意思吗？他是要拿吴邪的命去冒险找他想要的东西。我们下去只会扰乱他的计划。就冲这一点，他也不可能给我们设备让我们下水救人。哪儿那么简单呐？裘德考带的人可不少，但凡他铁了心不让我们下水，想要设备，除非硬抢。就我们2个人，打得过他们吗？硬抢就硬抢，我是不可能不管吴邪死活的。我收了钱的，我得管你的死活呀。你想拦我？我拦得住你吗？啊？你先听我说，我怎么可能让吴邪在我面前出事儿？我还得找他二叔收尾款呢。
早上拿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能冲动啊！你不想想那裘德考有多少人？要真动起手来，咱俩要吃亏的呀。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等我一下。难道说格尔木疗养院是按照张家鼓楼的结构建造的？那我收到的录像带是在格尔木拍的，还是在这里？这门的质量靠谱，不会冲进来吧？走。哎呀，你就别再纠结是格尔木还是莫尔格了，反正咱都得走，要不然。还真是陈文杰。阿姨怎么会在这里？她什么时候从塔木头里出来了？还是说，这味道好熟悉啊！和霍林身上的味道一样吗？这种味道意味着不久之后，我也会开始变化。我的身体会省略死亡这个步骤。直接从活人变成怪物。他也变异了，然后到了这里。走吧。果然，黑色的棺材也在。果然，哎，你早知道这有块棺材，这里和格尔木疗养院果然一模一样。哎，天真，你不要命了？那没准又是一个禁婆！哎。怎么还跟禁婆聊起来了？或者说，我是谁？无邪，你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存在，你就是了。不是，天神。这禁婆怎么长得跟你一样啊？而且嗖一下就没了。我究竟是谁？这地方不对劲儿，咱们赶快走吧。走。这个房间我也来过，我就在和这一模一样的房间里面找到了陈文锦的笔记。怎么会这样？难道这陈文锦
写了2本笔记，还分上下册呢。我不知道你是3个人中的哪一个。无论你是谁，当你来到这里发现笔记的时候，相信你已经牵涉其中。内容一样吗？其实各幕疗养院是按照这里的结构建造的，也没理由连笔记本上的字迹都一模一样啊，这根本解释不通啊。那你想想，咱们这一路走过来，有多少事儿解释得通啊？有人，自己人，黑眼镜儿。你们果然在这儿。哟，花爷爷来了，今儿人够齐的呀。我们跟着吴邪下来救你们，他自己先下来了，我比较担心他，所以也下来了。我一直用对讲机呼叫你们，你们听见了吗？就是因为没有听到，所以才下来找你。我们按照你的定位找过来，又按照小哥的标记来到这儿，没想到你们真在这儿。不过，咱们今天怎么出去啊？他们认识我的标记，我没告诉过他们。标记只有1个人能知道吗？行了，不开玩笑了，说点正事吧。裘德考那个老家伙，他终于招了。他要找的那个东西，在一口黑色的棺材里。难道这个老头一直在坑我？愣是给我灌什么迷魂汤，让我一个人下来？他到底图什么呀？你管他图什么呢？小哥胖子找着了，咱们把外面东西一拿，回去跟裘德考交代，一拍两散，一别两宽。那东西就在外面，咱们去看看吧。这棺材里装的什么呀？该不会是青铜狐狸面具吧？聪明，哎，就是当年咱们在七星鲁王宫，在墓里，铁面生戴的那个狐狸面具。这裘德考搞了半天就找这个呀？我实在想不明白，这跟长生到底有什么关系？哎呦，当年带着他，我就产生了幻觉，我差点杀了你，你也差点杀了我。放手！来，看我长生了没有？快撤下来！快把小花面具摘掉！得令。一个青铜狐狸面具，没想到里面真的出现了这个面具。你是说，咱们想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果然是幻境。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幻境的？从小花和黑眼睛出现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在幻境里面了。拿着点儿。刚才啊，裘德考找了我，他说让我把你绑了，不让你下水。我这么善良的人啊，怎么可能？所以呢，我就假装答应了他，然后啊，趁他放松警惕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去偷装备，偷完之后我跟你一块儿下水。你说这计划完不完美？来，挣扎一下。我说你至于吗？当然至于啊！这裘德考多精明啊！这绳子都是我给你特制的，专治你的缩骨，你不逼真点他能信吗？差不多就行了，赶紧去偷车。吴邪在水里待太久了，不能再耽误了。啊，缓一会儿。绑好了？都绑好了。放心吧，你老板可是出了大价钱的，这钱可不能让你们白花的。来。哎，谢谢。我说你可真厉害啊！现在又成裘德考的人了，你真的是谁的钱都敢挣。生活所迫，我也不容易。来吃。没有青椒的，来吃一口。得。我说你费尽心思的骗我，有这个必要吗？我的新雇主裘德考花钱雇我看着你，就是为了不让我们下水啊。你说，他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吗？不是，他是怕我们打乱了他寻找张家鼓楼的计划。如果我们强行下水，他肯定阻止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话，倒不如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挣钱。我受我新雇主裘德考的委托，跟你谈笔生意，只要你不打乱他的计划，作为回报，他都会给你呀你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我的新雇主裘德考说了，要等到任务结束或者彻底失败之后，才能给你。我的老雇主吴二爷也花钱让我保护你，所以啊，我的新雇主也好，老雇主也罢，我都不能让你下去。那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个所谓的新雇主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死活，那他怎么又会管吴邪的死活呢？我的新雇主不管，我的老雇主还能不管吗？那吴二爷肯定不会让吴邪出事儿啊！你可别忘了，我也是你的雇主。是的，谢老板，我已经安全地把你送到了广西，您的订单已完成。幻境应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有人，自己人，黑眼镜儿，你们果然在这儿。花爷爷来了，今儿人不齐的呀。我们按照你的定位找过来，沿途按照小哥的标记找到这儿，没想到你们真在这儿。小哥的标记，小花黑眼镜，都是绝对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他们4个人全都不存在。那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幻境的？我是学建筑的，这里不可能不存在。同一空间，不可能出现双重重力。
哥胖子出现之后，我就在幻境里了。希望母宫的东西不应该出现在张家古楼。水面不可能垂直存在。对，我进来的时候确实听到铃声，六角铃铛。Boss, Wuxie's signal is moving again. 快看！吴邪，能听到吗？吴邪，你氧气快没了，快上来！马上上来！吴邪，你在干嘛呢？你赶紧上来！我找到他们了，我还不能上去。小哥和胖子在等我，我要带他们回家。吴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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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邪。还不让我下去吗？臭瞎子！吴邪这次是真的遇到危险了，你难道不管吗？小花儿，你演偶像剧呢？他是我们兄弟，我们出生入死的兄弟，难道你忘了？我们同为九门中人，应该同仇敌忾，必须救他！我答应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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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你。当演员可真累，可是这样的话，我的损失很大呀。你的损失去找吴邪要，吴邪要是不给你就找吴二爷。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放心了。那聊聊吧，接下来该怎么办啊？这湖啊，至少有70米，咱俩直接跳下去啊，那就等于去送死。
裘德考的装备多，向他借两套。偷就说偷，别说那么客气。那你知道他的装备放在哪儿吗？我就是个临时工，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观察过他的营地，这些帐篷的防御性都很高，像这种重要的装备，一定是藏在某一个帐篷里。这帐篷这么多，每个都有人把守。如果挨个找的话，那就等于自投罗网。吓死我了！哎呀，无邪，哎，我是吴邪，你干嘛呢？别天真了啊！不是幻觉，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狼狈的样子，所以肯定不是幻觉。你要再晚来2天，我们哥俩可真成幻觉了。我明白了，张家鼓楼根本不能从上面进去，这才是真正的入口。你说什么呢？什么鼓楼？什么入口啊？哎，你下来的时候没看见吗？就在湖底，有一座汉式鼓楼，上面写着“张家楼主”。哎，不过里面全是青铜铃的。我一进去之后就陷入幻境里了，差点死在里面呢。你怎么越说越糊涂了？哦，你说这湖里边有个鼓楼啊？对啊，小花秀秀找到一张张大佛爷的地图，这就是其中一个。哦，哎，小哥，原来这是你老家呀？啊，哎，那你看看这有印象吗？有没有唤起你童年的回忆呀？你还没回答我呢，你真的没看见鼓楼吗？完全没有。那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啊，这事情呢是这样的。等你的时候呢，我跟小哥就闲着没事儿，就到湖底呢去搜那个考察队的破烂，捞着捞着呢，这小哥就饿了，非要吃鱼。你也知道，胖爷我心眼好啊，我就下去给他钓鱼。钓着钓着呢，遇到了洪熙。哎，来，你俩帮我看着点他，我去上个厕所啊。哎，对了，他功夫可好，你们当心点，千万盯紧了。放心吧，他跑不了。哎呦，身手不错嘛！我说你还真上厕所？你看，我这不是给你发挥空间吗？没想到我们离开这段时间，上面发生这么多事情。哎，那你这一失踪，那裘德考会派人找你吧？他们要是下来的话，会先看到张家鼓楼，不出意外，他们就会直接进去，然后在里面遇到六角铜铃阵，然后跟我刚才一样，也会困死在里面。
秦岭的六教统领啊？嚯，那可是完美的防御机制啊！你说的张家鼓楼，什么样？全貌我不太清楚，只有最上面2层在湖里，大概是汉式鼓楼的样子。不过剩下的部分，估计都埋在湖底了。湖在山顶，张家鼓楼在湖底，那么这主体应该在山体里呀。所以我推测，要进入张家鼓楼，必须通过虹溪，从山体进去。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张家鼓楼设计得这么精妙。虹溪？你是说，这里能进张家鼓楼？不然呢？不能。不能？我跟小哥在这待了这么久，如果这虹溪能进去的话，我俩早就进去了。你的意思是，这也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死路呢。这死路啊，起码有个入口。这里啊，就只有这么一个活水口。那你的娃娃鱼是怎么放出来的？就从这个活水口里啊。哎，这不是小哥旧宅里找到的铁块吗？你说这玩意儿，刚才忘了跟你说了，我跟小哥已经研究出来了。造这个甬道的人啊，在这个墙体里设置了可以喷射腐蚀性气体的机关。这铁块啊，是用来堵喷眼的。这么说来，就算从铃铛镇里逃出来，被虹溪卷到这里，碰到这些机关，还是死路一条。哎，我说小哥，你们老张家到底在地底下藏了什么宝贝啊？设这么多机关。这可是你家呀，好好想想。我这么善良的人，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当然有这个必要，做戏就要做全套，这才是演员的自我修养。我不是演员，我是歌手。你装备带的够全的呀，还有信号枪。你们就没想过把这活水口撬开吗？哎呀，别做梦了！你能想到的，我们都想过了。这是花岗石，除非有液压机，用人力啊，根本撬不开。那这甬道里都是这种石头吗？客厅里不是。客厅？啊，我们哥俩是在玄关里等你，客厅啊，在那儿呢。怎么样，天真？好歹暖和点了吧？啊，天真，你的到来非常有意义，最大的意义就是，终于有人陪胖爷我说话了。你也知道啊，小哥一天说不了3句话，都快憋死我了。哎，我说啊，这些是翡翠吗？至少是玻璃种的。我刚来那会儿啊，我觉得我捡了一个大漏，这么大个玉矿，哎，胖爷我从此富可敌国了。2环1里，3套4合院，你一套，小哥一套，我一套，把云彩接到北京来，想买什么买什么，有钱。我说你少说2句会死啊！什么声音？哎呀，没声音，你听错了。过来，你坐下，这儿暖和，慢慢听我说。
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我想了各种花钱的方法，可是这么大一个玉拱，看得见，搬不走啊！我这心里难以造化，自叹命薄呀！你就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咱们现在应该想想到底该怎么办。这个地方是人工修建的，说明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密闭空间，否则那些人根本进不来。哎，这下面好像有刺啊！啊？危险？什么危险？还能是什么呀？肯定说咱们现在的处境呗。咱这没吃没喝的，你看胖爷我这一身膘，再隔几天都得撂这儿了。这减肥也没这么减的呀，这还不危险呀？这些石头人都是玉矿的守门员啊！这玉怎么这么灵活？不是玉，很像凝固的树脂。这是琥珀，怪不得这么韧，是他的心脏。金针，小心！石碑里有夹层，这塞了这么多玉哦，原来这是个自动贩卖机呀！这么一个接一个往外跑，咱们根本打不完。救命啊！人跑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啊！人跑了，你怎么不喊人？我喊了半天啊，你们没人理我，我嗓子都喊哑了。你听，他什么时候跑的？就刚才啊，无线信号消失以后跑的。你的功夫这么高，还打不过一个被绑起来的人。这事真不赖我呀。我功夫虽然高，但是人有3级呀。我刚才去厕所，走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你的手下看紧了，看紧了。结果，哎呀，还害我一回来就被偷袭了。小九爷是要去救吴邪，那他肯定不会徒手下。快去看钟贝。是。给我解开呀！哎。谢当家，出来吧。我们老板说了，不会为难你。梁上君子恐怕也不是你们9门的作风吧？头儿找过了，没人。东西呢？东西清点过了，
一样都没少。你个瞎子有问题！不行，到，你留着吧。龙进，小哥，天真，你们看，这到底有多少夹层啊？原来是抓单，现在变成打团了。来吧！累死胖爷我了，本来就没吃饱，体力不够。这破玩意儿怎么还长眼睛，能认人啊？我也觉得太奇怪了，这东西攻击也太准了。不奇怪。又是啥？奶奶，怪不得看着这么眼熟，原来是西王母义勇的升级版。邱老板，这什么高科技啊 Just let me show you. 不是，老邱 ，What's meaning？ 这还真是高科技了。Take a seat. I said take a seat, please. You and I don't need to be like this. Like I said, and you know that only Wu Xie and Zhang Qilian can fight the old pavilion. Others who go down there are doomed to die. I wish you can think about what I said. 我就是这么劝小花的，可是她不懂您的良苦用心呐。You can stop pretending now. You two liars. What? Boss, they're coming. Your friends are very prudent. Yeah, 功夫 Chinese 功夫 is brilliant. Boss, take him. Your call, please, Mr. Black. Of course. Why not? Let's take it. 臭小子，你又出卖我！我这会真没有。看吧，真没有。这不是普通的蛇，它们能感知温度。之前洞里面太阴冷了，所以它们一直在冬眠。照你这意思，是因为咱们点火把他们唤醒了？他们早晚会醒。小哥说的没错，就算咱们不点火，咱们的体温也能把他们唤醒的。如果再饿几天，咱们彻底没了力气，就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了。又来！天真，你带炸药了吗？老子要炸死这帮王八蛋！我只有潜水装备，哪来的炸药啊？
这是谁设计的破机关？老子问候他祖宗18……小哥你除外啊。但你祖宗太不厚道，真的。不行啊，这么打，累死怎么也打不完。不能让张家人上马来，得逆着他们走。去下头。那不是往贼窝里闯吗？闯贼窝总比夹击强。万一夹头有出口，咱们就有救了。这火把撑不了多久。夹层里的狱友应该没剩几个，走。人在屋檐下，要学会低头。算了，小花。You German are quite a team. Always think about saving Wuxia's life, huh? I know you may not be able to enter into the old pavilion, but don't worry. We won't be in the way when you must go. In fact, I'm gonna force you to go when necessary, even if you don't want to. But now is not the right time. But Wuxia has vanished for almost a day. I believe he's still alive. I left him a flare launcher before he get into the water. Even if he fires on the nest, we can see it. I'm sure he will fire it if he's actually in danger. What if Wuxia's died? If he's dead, we lost the GPS signal. No, he must have gone to some way that we can't track. 天真，当心点儿。Where the signal cannot track, that's a place where you are looking for, right? That's right. So we can't let you to stop it. You sure are patient. When you live to my age, you will be. Boss. Mr. Black, you're running a good business. Another boss is coming. You're my boss. And you. Okay, you can save it. Your another boss has already get in here. Really? 那个就真对不住了。 So why don't you invite him in, so I can treat him a cup of tea? 小哥，你不能一直冲在前面的，我们帮不上你的忙啊。是，跟紧我。死路！哎呦，这打了半天白忙活了啊！合着闯迷宫玩呢？我说你们张家人有病吧？把路封死了，自己怎么出去啊？没错，只要是迷宫，就一定会有出口。张家人设计御勇的时候，一定是从里往外倒退着，放好了才离开，否则连自己都会困在里面的。有道理，那咱们退回去。走。这么多夹层，一条一条试，还没找到出口就被他们弄死了。哎，小哥，小哥。 你这感觉准不准啊？现在只能相信小哥了。之前在吊脚楼，也是小哥有感觉，才能找到铁块的。得嘞，反正小哥也是张家人，在您家，您说了算。走。
小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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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哪儿了？我说你老祖宗怎么就不给你留个标记呢？一定会有标记的。既然是张家人设计的机关，就一定会给后人留下标记的。没准在那墙壁上呢。啊！小哥就是活地图。哎呀，我知道，可是这活地图不是失忆了吗？我是说这个。你看这个，像不像刚才的玉石洞窟？你说，刚才那个死胡同？对，只要解出来，就一定会有出路的。可以呀，你小子。那些破玩意儿交给胖爷，你找地图。天天，快！胖爷，我快撑不住了！我记住了，走！胖子走！对手也无法，纵然命运是举重献棋，最后我们输赢为棋。只要信任和依赖彼此，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赶紧走！如果消失从这世界上，唯一发现我是。我说小哥，你家祖宗可真够绝的呀，感情就没想让任何一人活着出去。这东西好像玉龙表面一样，是琥珀质地的。能走开，我们能出去了。这是对的吗？做人留一线，是不是？啊，不然以后小哥见着他祖宗，他祖宗问他，哎，孙子，你是怎么死的？小哥说，祖宗，我是被你害死的。这场面多尴尬呀！啊，别跟他说相声了，赶紧过来帮忙。又来，天真，你照顾好小哥，一定要把小哥活着带出去。起来吧。你的老板已经来了。我说，这玩意儿能解开了吧？来，老板，快点。Mr. Wu, you've got a lot of men here. 多吗？不算多。
而且数量不能代表什么。我周围的人能耐一般，最多也就1个打俩。What do we got here? Out of Wu Ye's 3 sons, you seems never care about Zhou Men's business. 九门的事情我可以不管，但是吴邪，我必须要管。天辰，别管我，我出不去了。要走一起走。君山银针。 When I was in Changsha with your father Go Wu, he treated me with the same tea. 我爸爸他有一个习惯，遇见了他自己讨厌的人，他就会请人家喝这个君山银针。哈哈哈哈哈哈！那是得有砝码的。你手上有什么？你的目的是找到张家鼓楼，我是要找到我的亲侄子吴邪。我们的目的不同，我带来的装备和人手都远远的超过了你。还有，你手上能掌握的信息，不会比我吴家更多吧？ 所以说，你没有资本给我谈合作。如果你不给我捣乱，我自然也不会对你出手。但是如果你给我添乱，
我会把你整队的人沉到湖里面，我让你们长生不老。只是为了救你侄子，那你雇黑瞎子干什么？谁让你说话了？我是代表我们老板。再蹦出一个字来，我就把你的嘴给缝上。我好久没缝别人的嘴了。哈哈哈哈哈！桃子，我先送小哥出去，马上回来接你。你相信我，我会带着你回去的，一定带着你，活着回去。走。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不是，还好，我没害死你，我带你回家。So, Mr. Wu, since you are the descendant of Mr. Gao Wu, and he was kind to us back to the old times, so you deserve the same courtesy. Enjoy, 君山印针。Boss, someone fired a flare in the mountains. Oh, yeah.吴邪，吴邪，小哥跟胖子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二爷已经联系好医院去长沙，我们现在去长沙，跟他们会合，咱们该走了。等一下，我去见一下邱德考。
小三爷，这次的合作还算顺利吧？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觉得我能进入张家鼓楼？我不确定，但我觉得你应该是。我们都知道张家鼓楼只有张家人进得去，而张起灵去过的地方，你全都去过。你不觉得九门在刻意培养你吗？按照你说的，你下了水之后就看到了张家鼓楼的顶楼，可惜没能从那儿进去。之后就被洪溪潮卷到了水下洞穴，然后从山体里逃了出来。吴邪，你刚刚说攻击你的那些狱俑，是不是跟西王母宫的一样？很像，但也不太一样。这些狱俑的表面是绿色的，质地很像琥珀之类的东西，而且狱俑里面能驱动机关的蛇，能感受人体的温度。你们说的那个机关，应该哇，这什么玩意儿？我们进山搜索的时候，从你们身上找到的密骆驼碎片。我说你这盆里装的是什么呀？强酸？氢氧化钠，也就是强碱。这东西啊，一遇强碱就融化。也就是说，密骆驼其实没那么无敌。话是不错，不过光有强碱也没用。你想想，你们在水底闹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张家鼓楼的入口。你之前说你们是根据小哥身上的纹身逃出来的。小哥就是活地图。哎呀，我知道，可是这活地图不是失忆了吗？我是说这个。
你看这个，像不像刚才的玉石洞窟？对啊，就算是麒麟纹身，他也只能把你们从密骆驼的洞穴里引出来。进来吧。阿叔，您能不能跟我说实话？您是不是早就知道张家鼓楼的入口根本不在那里？你们就别再瞎想了。我怎么会知道？是你们刚才在分析的时候，我刚想出来的。奇怪了，怎么这么重要的信息没记下来呢？二爷，这是从哪儿来的？我说三爷家有价值的资料怎么都不见了，合着都在您这儿？这叫什么话呀？啊？你们几个能想到这儿来偷，别人就想不到吗？我是提前把东西给藏起来。再说了，这是我吴家的地盘，我动了我三弟的东西，怎么了？二叔，那三叔的资料到底放在哪儿了？我只是换了个地方，都在这儿，东西一样都没少。灯下黑呀，二爷果然高明。资料不在书架上。您为什么这么不想让我们查？有什么好查的？从我爷爷到我父亲，一直都在寻找这个秘密。我的爷爷死在彪子岭，我的父亲虽然没有横死，但是最后他关照我们给他下葬的时候，一定要用铁棺，就是怕日后再生是非。可是现在我的三弟下落不明，你知道你的爷爷为什么给你起名字叫吴邪吗？这么多年了，我们吴家再也没有一个这么干净的孩子出生。可是现在你却是卷入最深的一个。我到裘德考的营地里面去找你，已经违反了我处事的原则。九门的事情我可以不管，但是你，我不得不管。老板，那你为什么还花钱让我保护花爷呢？应该是他让你干的吧？是啊。他最在意的人就是你，我知道，他还偷了我家花盆。目送孤鸿出云外，黑白胜负无一失。这另一句诗的花盆就在我家。哎呀，其实这么多年，谢连环他还是想着你的。阿叔，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吊脚楼的照片里面到底是什么？什么吊脚楼？您就别装了。您能够花钱雇黑眼镜保护小花，又能从裘德考那里把我救出来，就说明我们一路的行踪您都非常清楚。这一路调查下来，我们发现最大的线索就断在吊脚楼。我一直以为这照片是他肩膀烧的，但他守护了巴乃这么多年，要烧的话他早就烧了。
至于裘德考，他也想进入张家鼓楼，所以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烧掉这些照片。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您。虽然是老三希望你们接着查下去，但是我却不这么想，我怕你们重蹈前人的后辙。行，那我就不逼您了。等您想告诉我或者需要我知道的时候，您再说吧。好，这样，你们几个要做的事情，看样子我是拦不住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无论在任何时候，当你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必须告诉我。二爷，这张家鼓楼里到底有什么？为什么我们九门这么多人，裘德考，还有他们的考察队，他们都拼了命的想要进去？你们不是已经查到了什么吗？我们只知道张家鼓楼的秘密跟长生有关。对，中国古代历代的帝王都在寻找长生不老的秘籍。他们相信长生的秘籍就藏在古代方士的墓葬里面，于是他们就找了很多人实地勘察。在勘察的过程中，他们一定发现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会形成想法。当这些想法产生之后，与此同时，原本勘察计划的阻碍也就产生了，它就出现了。大家都不希望这个秘密被外人知道，尤其是他。在勘察的过程中，他们一定发现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会形成想法。当这些想法产生之后，他就出现了。与此同时，原本勘察计划的阻碍也就产生了。又是他！你的意思是，当对长生秘密的勘察有了进展，人们因此产生一些想法，他就出现了。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也是他计划中的一环。这是你的猜测，不过这个村子我很早就知道了，而且在村子里面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当黑眼镜告诉我裘德考的队伍到了之后，我马上就带人赶到了这里，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一定是凶险万分。我跟你们讲，胖爷我什么凶险地方没去过啊？这破狱俑啊，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要不是因为我几天没吃东西，实在饿得打不动了，我也不会挂彩。哎，山妹好，别乱动。哎呀，这帮孙子，下手忒黑。哎，小哥，你还好意思说呢？啊，我现在这样全是被你害的。之前我就纳闷了，你说你在床底下放个破铁块啊，那密骆驼洞里多的是。你说那玩意儿不值钱，你为什么把它当宝贝啊？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就是为了提醒自己那个地方危险，千万别去送死。哎，我说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小哥，他记忆都还没恢复呢。有你在这儿呢，我怎么敢怪小哥呀？我的意思呀，其实是，既然咱们已经知道这入口啊在山里，就乘胜追击，赶紧回去搜山。来，扶胖爷起来，我亲自去办出院。你就别嘚瑟，你伤口都没好呢，万一回到巴乃再出问题怎么办啊？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闭上你的乌鸦嘴！再说了，你不着急给小哥找回记忆啊？啊，你不急我还急呢。你看我这受伤了，都出来这么多天了，这云彩该担心我了。快点！不是，你真行吗？放心吧，
我能行。现在知道疼了，谁让你不养好伤就跑回来？本来以为都好了，谁知道这还有点疼。没事儿，你胖哥我呀身体壮，这点伤跟玩儿一样。这还只是轻微感染，你要再严重一点，我们村里的小大夫根本就救不了你。我这不是惦记着你，怕你担心我吗？好啦，这次好好养伤，别再乱跑了，听我的。好，听你的啊。对，这只是我高价买来的复制品。拿复制品出来，算什么诚意？我书里的内容你看得懂吗？能看懂一部分。上面指向的地点，好像就是这里。没错，柏叔提供的线索就是这个地方。那还有什么价值啊？年轻人，真正有价值的应该是这份鲁荒帛书的来源。你们追寻帛书这么久，有没有想过这份帛书到底从哪儿来的呢？你知道？其他的我不知道，不过我手里这一片，据我所知是出自九门行期。霍仙谷。原来这个霍老太太早就查到鲁黄渤的线索，比我们都还要早。这没什么可惊讶的，人嘛，活的时间越久，知道的秘密就会越多。毕竟老九门那一代里，目前还健在的就剩他一位了。怎么样，小三爷，现在我的诚意足够了吧？好，我可以跟你合作，不过你的手下必须配合我的行动。那么，下一步行动是什么？搜山。喂，小花，我有个信息要告诉你。秀秀告诉我，说霍老太太家里有格尔木疗养院的录像带时，我就觉得她一定知道一些内情。毕竟在西沙失踪的，是她亲生女儿。裘德考有一点说的没错，霍老太活得太久了，她如果参与这件事情，知道的一定比我们多。你们经历生死，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这些信息。那老太太呀，可能早20、30年前就知道了。枪还是老的辣呀。那既然这样的话，看来得找秀秀帮忙了，让她从她奶奶那儿得到一些线索。好，有消息随时联系啊。嗯，好。那你呢？
我呀，给你送回北京，这单活就算结束了。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接着回杭州开我的按摩店去了。哎，我说天真，你这招管用吗？啊，咱都挖了这么半天了，这连个入口的影也没看着。既然是张家鼓楼的入口，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啊？继续挖吧，说不定很快就找到了。几位，我说你们给的线索不会是错的吧？咱们都在山上忙活这么多天了，怎么什么也没发现？老板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多人力物力，别到头来一无所获，不好向他交代。这羊角山那么大，我们又凭人力，哪儿那么容易找到？你管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儿，钱吃萝卜淡操心。那我就只能静待佳音了。你们几个先原地休息一会儿，养足了精神再继续找。好。还有多少水？还有一半。来，喝水。来了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在这个角度看见巴乃，这依山傍水的，比北京清静多了。这是我之前画的水下瑶寨图，你仔细看一看。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和地面上的瑶寨一模一样？还真是。你看这小路的交叉，这房屋加上篱笆的分布，一模一样啊！小哥，你神通广大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哎，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啊？水底下那个瑶寨，就是原来的瑶寨，只不过遇到了天灾，湖水倒灌，把它给淹了。这老祖宗呢，就在相似的地方，按原来的格局又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么高的相似度，除非在原来的村落淹没之前进行精确的测量。不过当时的技术并没有那么发达，谁也没有这样的造诣。话别说死，万一有高人呢？这样也说不通啊，因为根本就不可能。瑶族对原本村落的规划并不苛刻，这图上的布局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为什么要建筑一个一模一样的村落呢？那照你的意思，原来就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山寨，只不过一个沉到水底下去了。但这样也说不通。如果在湖水淹没之前建造一个相同的村落，当地人一定不可能不知道，至少也会留下传说。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天了，从来没有听任何人提起过，是不是也太奇怪了？除非有一些人或者一股势力阻止了流言的传播。
刻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你想啊，这水里的情况我们已经很了解了。这个湖是死水，湖底连着山体，所以很有可能原本的村落就是在这山里面建的，只不过有人刻意引水造湖，把整个村落藏在了湖底。胖子，你还记不记得俺妈说过的魔鬼的故事？人不可能死而复生，你确定他们和之前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老的考察队被人抹掉了，一支来历不明的新队伍，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替换。我这么说来，是不是和这瑶斋被复制一模一样？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里发生的事情很像镜像阴谋。镜像阴谋是什么阴谋？镜像阴谋的核心就是隐瞒，也就是说，阿贵的孙子就是假的。为了不让人发现真的村子已经消失了，刻意建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村落。这样的诡计，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原本村子的人已经消失了，而是另外一群人建造一个完全相同的村落，假扮成村里人，在假的村子里面生活，并实施他们的计划。哎，那这伙人的目的是什么？事情过去这么久了，现在的人根本无法考证事情的真相。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哎，你们看这平面图，像什么？这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麒麟啊？而且这个麒麟怎么跟小哥身上的纹身一样？很像。小哥，把你的衣服脱下来，让我们再看一下。我画下来，对比一下。出来了。来吧，研究研究。真的好像啊！哎，你们看啊，这湖底的鼓楼的位置，正好是在小哥吊脚楼的位置上。对比身上的纹身，正好就是麒麟的眼睛啊！这样看来，至少能确定一点：小哥自己可能忘记了，但他跟张家鼓楼一定有很深的渊源。云彩，云彩。
挂在这么明显的位置，摆明就是引咱们上钩的。前面就是水牛头沟了，差不多，蜘蛛也该出来了吧？不管前面有什么，胖爷我都不惧他。哎，你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不是？被咬了一次还不够是不是？我出门前带了草药，抹在身上吧，能防蜘蛛。走吧。走。天真，你这护甲真的管用啊！这帮毒阎王都绕着走了。云彩，别去危险！救我，胖哥！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去救他。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你看，他肩膀设置好了陷阱，就是要瓮中捉鳖，把我们一锅端了。我们现在不去救云彩，保不齐他就躲在暗处背后捅刀子，还是小心为妙。不行，我认真的。如果这次我交代了，哥们儿我也认了。胖子，胖子小心！孙子，给你胖爷！没事吧？你们去救人。来了！没事吧？胖子，快走！走！哎，云彩，怎么了？哎，怎么了？这一会儿用草药。胖子，没事吧？天真，保护好云彩。胖哥，胖哥。胖子。他妈说了，这附近有解猪毒的草药，敷上之后人就会醒过来。云彩，这里应该挺安全的，你留着陪胖子，我马上回来。
你刚从密洛陀洞里逃出来，还能这么厉害啊，张起灵？到底是谁？哼，你可以在这里慢慢的追究我的身份。胖哥，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你们寨子里头，还有多少人知道他肩膀？不知道，我只是寿命跟在你们身边。看来我们推断的没错，这个云彩在我们身边待了这么久，说明他肩膀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他等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手，偏偏这个时候才行动，说明他怕。他怕我们找到鼓楼入口。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出那个人的身份，我就放过你。你所做的一切，我都既往不咎。我不会告诉胖子你做了什么，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北京，重新过回正常人的生活。只要你愿意。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张起灵。张起灵？为什么他的名字跟你一样？我不知道。云彩，怎么回事？中毒，扩散太快，救不回来了。解药呢？解药能救吗？来不及了。他肩膀应该是用下毒的方式威胁他为自己做事。云彩迫不得已才会对我们下手吧？云彩，云彩，云彩，
哥说对不起。云彩，云彩，云彩，天辰，天辰，胖子，你怎么样了？天辰，云彩呢？怎么样？云彩，云彩，什么？云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是让你好好保护好他的吗？你晕倒之后，云彩，对不起，是我们没能力，没能力救到云彩。是我没有好你，我是真的喜欢，我从来没有开过玩笑。每个人都有自己方式守护着彼此，信念一致。就算有再多纷扰心事，信任着彼此，黑暗中存有光。多幸运，因为你，我不再怀疑我自己，所有痕迹，有我也有你一起参与，都是证明相遇存在的意义。只想说多幸运，因为你去吧，胖子心里肯定比你我都难受，让他安静待会儿吧。那个人跟我同名同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小哥，你就别自责了，你身世背后这么多谜团，连你自己都解不开，这事赖不了你的。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帮警察查到证据，一定要查到张家鼓楼的秘密，这样我们付出的，胖子付出的，才有意义。他肩膀也叫张起灵，难道只是巧合吗？八奶的瑶寨替换了水下的瑶寨，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和地上的瑶寨一模一样？西沙的考察队
也替换了这里的考察队。人不可能死而复生，他们肯定是妖怪，就是湖里的妖怪。你会不会是也替换了那个张起灵？你想啊，你们两个同名同姓，而且都有7长的手指，并且你还跟他一样，都在这待了这么多年。这唯一不同的，就是你的纹身是麒麟，而他的是穷奇。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把麒麟跟穷奇的纹身拼成一块儿，就能组成一张地图？又或者说，你们张家还有别的神兽纹身，集齐所有的纹身拼在一块儿，就能找到张家鼓楼？哎，算了，你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帮胖子尽快走出来了。胖子，胖子，小哥，出什么事了？胖子不见了，房间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我担心他自己去找他肩膀了。顺牛特工。啊，原来张家鼓楼藏在山里啊！吴邪他们现在还在巴乃搜山，在寻找张家鼓楼的入口。我说小花哥哥，你不跟他们一起去搜山，一个人跑回北京，是有什么新发现吧？这裘德考手里有一块鲁黄帛，而这鲁黄帛的源头，跟你奶奶有关。又是我奶奶，我奶奶那脾气你也清楚，你觉得我能从她嘴里问出点什么呀？这个你放心吧，我有办法。哎，山美，水美，人
咱们山里是穷了一点，但不至于买不到新鲜蜂蜜。这买的能跟摘的一样吗？啊，这少了一个关键的味道。什么味？爱心味。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叫我胖哥哥就行。胖哥哥，该换药了。胖哥哥，你真勇敢。哎，胖哥哥，你伤好的真快啊！多亏啊，你照顾我。这哥哥给妹妹做个饭不是应该的吗？闻闻香不香？好香啊！爸，哎，云彩，你敢耍你胖哥？我就喜欢螺蛳粉，这叫臭而不腐，闻之开胃，是吧，云彩？哎呀，阿贵叔啊，你就放100个心吧啊！我给你保证啊，等你回来的时候，这云彩啊，连一根头发丝儿都少不了。胖子，你去哪儿？搜山。搜山？你没事吧？没事儿。胖爷，我说到做到，一定要找到张家鼓楼。